男人突然发现女友不爱他了，分手理由离谱的难以置信，因为一个陌生人说男人不懂爱，女友就信以为真，于是死活都不再继续这段感情。突如其来的失恋伤透了男人的心，他始终无法接受分手的事实。心碎之际，他唯一能想到挽救的办法就是让那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收回那句他不懂爱的评价。凭借自己多年的记者经验，他很快摸索到对方的工作地点，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用愤怒的言辞表达心中的不满。可刚见到这个叫玛利亚的心碎治疗师时，他心中的怒火突然平息，因为对方没有想象中的不讲理，倒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女人。卡尔突然间不知从何说起，却以讲故事的方式委婉表达最近的遭遇。他唯一的诉求是对方能够当着女友的面收回那句他不懂爱的结论。可身为心碎治疗师的玛利亚秉持治疗的基本原则，他保证从未在卡尔女友面前说过那句话。卡尔一无所获的大失所望，或许那是女友随意胡编乱造的一个借口。当他发现最喜欢的一辆汽车模型收藏品置身于再也不爱的放生箱时，他能想象到女友因为玛利亚传播的一些思想，绝情的轻易放下他们美好爱情的情景。所以即便没有那句恶言恶语，玛利亚都是毁坏他们爱情的罪魁祸首。若不是他，女友也不会产生分手的想法，更不会编造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卡尔后知后觉地明白自己必须有所行动，唯有将心碎机构的社会危害向社会揭示，才能让绝情的女友回心转意。拥有记者身份的卡尔调查到玛利亚凭借个人心碎的经历冒充情感专家进行毫无底线的营销时，他用犀利的恶毒文字写了一篇关于心碎机构的危害文章。傲慢自大的心碎机构女性肆无忌惮地左右他人关系，将心碎与金钱交织在一起，破坏无数热恋中的情侣。文章发表没多久就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卡尔如愿以偿地给玛利亚乃至整个心碎机构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可他始终没有收到女友回心转意的消息，却收到被炒鱿鱼的不幸。因为报社老板曾经接受过玛利亚的治疗，他无法认同卡尔义愤填膺的观点，毫不客气地让卡尔丢掉了工作。就在卡尔愤愤不平地离开报社时，遇到了他最不想见的人玛利亚。玛利亚同情卡尔恋爱上的不幸遭遇，愿意给他提供一次免费的心碎治疗。可是卡尔不需要伪君子提供任何帮助，见卡尔依然横眉怒目，玛利亚失望地离去。在疲惫工作的一整天后，她还要独自照顾年纪不大的女儿。一想到消失10年的丈夫没有回过家，孤独的黑夜和冰冷的晚餐成了她唯一的陪伴。而同样在黑夜中感到孤独的人是处在失恋中的卡尔。他已后悔用文章攻击玛利亚的行为，因为最近发生了令他感到绝望的事情。无论他如何努力地找工作，都没人愿意雇佣一个鲁莽冲动的人。没有了收入来源的卡尔每天焦急如焚，在一次次的失败下，他终于崩溃到认清残酷的现实。即便在坚硬笔直的铁钉被无数次的捶打后，也不得不弯腰低头。他重新回到之前的报社，委屈巴巴地渴望回到以前的岗位。Ich schreib dir, was du willst. Ich schreib dir über Schicksal, über Gefühle. Schreib über Liebeskummer, Karl, und wie man ihn wegkriegt. 老板没有为难知错能改的卡尔，想要回来必须接受玛利亚的心碎治疗，还要为此写一篇发自肺腑的文章，收回之前放出去的坏话。虽然卡尔不情愿，但已经没有拒绝的理由。而这趟心碎治疗旅程将改变卡尔的一生。他接受玛利亚曾提出的免费治疗，老老实实的遵守一整套疗程。等结束这一切后，他就能重新得到一份工作。可他跟这里失恋的病人格格不入，抱团取暖的对话没有任何的意义。他对这样的治疗形式不屑一顾。可意识到带给玛利亚麻烦时，他马上收敛住激动的情绪，保证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玛利亚都希望卡尔能够敞开心扉，于是把他从门诊部转到了心碎静养中心。卡尔不仅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还参加自我反省的绘画课程。可做这些都不如在海风呼啸的沙滩上跟病友们畅饮一番。凭借着酩酊大醉中红晕的晚霞，卡尔把注意力放在治疗病友的失恋上面。他提出的点子不仅缓解了病友的心痛，还让玛利亚刮目相看。可是卡尔还是给玛利亚带来了麻烦。一个叫图尔盖的病友在听过卡尔的意见后，决定去前女友的婚礼上大闹一场。因为卡尔认为新娘特意邀请图尔盖是在期待他阻止婚礼，但是玛利亚不希望自己的病人受到2次伤害，他唯一能做的是阻止图尔盖。可卡尔不认为自己做的不对，两人争论的没完没了，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来到了婚礼现场。当婚礼进行到一半时，玛利亚试图悄悄到前排劝说图尔盖，却不小心碰翻蜡烛，嘈杂的声音尴尬地引起所有人的注意。玛利亚弄巧成拙地成为了现眼包，她落荒而逃地溜回自己的座位，却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就在图尔盖正反对这场婚礼的时候，蜡烛残留的火花点燃了前面女士的大白帽，熊熊火焰迅速触发消防喷淋头，淋湿了在场所有人。结果玛利亚不仅成功阻止了图尔盖，但也同时毁掉了婚礼。就这样，玛利亚和卡尔不幸地被带到了警局，他们垂头丧气地搞砸了整件事。玛利亚开始怀疑自己的治疗能力，她急需找到卡尔真正心碎过的记忆。
而前来领走卡尔的妈妈是他走进卡尔世界的一个契机。妈妈巴不得儿子找个好姑娘白首偕老，用美味的晚餐主动留下了玛利亚过夜。待在卡尔卧室的期间，玛利亚无意中翻找到一个老旧的铁盒，盒中装有卡尔第一次心碎的故事。那是发生在18岁的那一年，曾经把克劳迪亚视为一生挚爱的卡尔，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拿出婚戒求婚，但克劳迪亚从未想过跟他白首偕老，害怕的提出了分手。之后卡尔很长一段时间都困在悲伤当中。从那以后，卡尔紧闭心扉，不再将真情投入到后来的每一段恋爱中。与其说他不懂爱，不如说他被爱早已伤得遍体鳞伤。可在遇到玛利亚，遇到一个真正愿意倾听他的人时，他僵硬的心再次激动地跳个不停，命运的齿轮飞速地旋转。长久的孤独与寂寞在肌肤接触的刹那间烟消云散，他们交织在一起，抒发压抑已久的情绪，缓解这些日子里忍受的不幸。但温存过的第二天，玛利亚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她悄悄提着行李不辞而别。可在经过昨晚的事后，卡尔的世界好像跟玛利亚发生了关联。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在想玛利亚是否喜欢鲜花和贺卡，是否喜欢日落与晚霞。无数疑问如潮水般涌现，却始终没有明确的答案。他渴望再次见到玛利亚，却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他家门口，只为喝上一杯咖啡。但玛利亚像是看穿卡尔的心思，寂寞中的他没有拒绝卡尔的到来，借着对彼此身体的渴望，他们在不幸的生活中寻到了某种救赎。可卡尔更想走进玛利亚的内心世界，更想要了解玛利亚的一切，因为他动了真情。在嘘寒问暖的日子里，卡尔发现玛利亚的忧郁大部分来自女儿，而女儿的忧郁来自一个爱而不得的滑板男孩。为了得到小男孩的关注，卡尔出谋划策，不仅教会他帅气的滑滑板，还把女儿打扮得酷炫耀眼。他们成功引起小男孩的关注，女儿的脸上终于露出快乐的笑容。见到卡尔与女儿开心相处的样子，玛利亚肩上的重担变得无比的轻盈。自从卡尔来到这个家，一切不尽人意变得一帆风顺。女儿感受到了父爱，玛利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她越来越渴望这份幸福能永远持续下去，想弄明白卡尔是否对自己有欲望之外的感情。于是他说自己在感情方面向来是个比较内向的人，想跟一个外向的人共度余生。可是卡尔害怕玛利亚说的那个外向的人不是自己，他不敢追问，也不敢说话。或许他该有所行动，因为反复思考无答案的问题只会备受煎熬。卡尔决定明天就向玛利亚表白。第二天的清晨，卡尔手上的鲜花静默在阳光浴下格外的耀眼。他片刻不停地一路向前，却在楼下遇到一个好心的男人。男人用钥匙帮他打开了外门，还贴心地打开了电梯门，这样就能更快地见到玛利亚。卡尔在脑海中不断演练表白词，每经过一层楼时，他越感到紧张。一切本应该顺利，可是男人跟他在同一层楼走出了电梯，一股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见男人掏出玛利亚家门钥匙的时候，卡尔的心碎了一地，祈祷男人是来就诊的病人。Ein Scherz. Meine Freundin hat eine Tour für Liebeskummer. Das ist ein Dankeschön für eine gelungene Therapie. 卡尔把千斤重的鲜花递给对方，然后失落地选择走冗长的楼梯，却碰见了放学回家的女儿。女儿从未看到过悲伤的卡尔，她唯一想到的是一起去滑滑板，也许那样卡尔就会重新露出笑容。但卡尔悲伤地抱住女儿，感谢这一丝的温柔，然后依依不舍地道了别。楼上传来穿心刺骨的声音，卡尔的心跟着碎了一地。在他离开后，这里除了令人窒息的电梯与黑洞洞的楼道外，还有一个完整的家。因为常年在外打工的男人发誓再也不离开母女俩。回家后的卡尔怅然若失地蜷缩在床上难过，无论朋友如何的安慰，他都黯淡无光地一动不动。唯有一直在催文章的老板，令他不得不专心于自己的工作。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卡尔终于动手写了一篇文章。当爱突然间离你而去时，有些人不相信会心碎难过，但往往在投入真情后，他们是最脆弱的人，而我却是他们中的一员，正经历着最难熬的时刻。我不知道这样的感受什么时候会消失，但我知道当一段感情被宣告结束时，必须学会放下，才能走出悲伤。可真正做到的人寥寥无几，所以我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或许时间能够冲淡我对他的回忆，或许时间能够治愈我这破碎不堪的心。卡尔的文章打动了老板，重新回到了以前的工作岗位。他要努力去适应没有玛利亚的日子，可玛利亚过得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丈夫回来的目的只是为了女儿，带给玛利亚的仍然是冷漠与孤独。玛利亚成了家里多余的存在，她愁眉不展地想了无数个黑夜，依旧逼迫自己适应没有感情的丈夫。直到她发现卡尔的鲜花，直到看见贺卡上的表白，我可以成为你的外向者。玛利亚情不自禁地露出久违的笑容，后悔没能早点发现。在明确卡尔的爱意后，她重新点燃了希望。根据名片上仅存的信息摸索到卡尔的公寓。幸运的是，杳无音讯的卡尔并没有销声匿迹，可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一身小丑装扮显得格外耀眼。这是朋友帮助他走出心碎的点子，可这并不能掩盖住他内心的悲伤。即便玛利亚清清楚楚地表达自己的爱意，但卡尔已经心如死灰，难以接受伤害过他的人。他拒绝了玛利亚，
结束了这段感情。按照原本的计划，卡尔跟随朋友参加化妆舞会，本以为能在舞会上借酒消愁，却没想到卡尔帮朋友找到了命中注定，一个不擅长吹萨克斯的人跟一个擅长的人如同互补的齿轮相遇并相爱在一起。卡尔若有所思的恍然大悟，他坚信自己跟玛利亚相爱不是巧合，而是齿轮互补般的命中注定。他不能错过对的人，他有好多的话要当面对玛利亚说。当来到心碎机构的时候，上次婚礼上的新娘凶神面煞地挥动着木棍报复玛利亚，幸好卡尔及时赶到推倒了女人。Ich liebe dich。卡尔要说的话没有说完，就被女人打到了头部，头上的疼痛远远不及他见到玛利亚时的喜悦。等他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了担架上，却忍着头痛再一次的表白。而玛利亚毫不犹豫地接受卡尔，他们终于拥有了彼此。在往后的余生里，他们十分珍惜这份来自不易的感情，在十指紧扣的刹那间，他们心心相印，永不言弃，永不分离。